我們在前面的影片裡面有介紹了，把經常要使用的網址儲存在 Obsidian 的筆記裡面，透過 Obsidian 能夠快速的來存取這一些經常要使用的網址。那有網友就問到了，怎麼樣子用最快的方法把 Chrome 瀏覽器的書籤也能夠直接匯出成 Obsidian 能夠辨識的 Markdown 的語法。在今天的影片裡面呢，我們就來介紹簡單的把 Chrome 瀏覽器的書籤能夠匯出成 Markdown 格式的一個方法。那以下我们就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整個操作的流程。首先，我們開啟了 Chrome 瀏覽器以後，要從 Chrome 瀏覽器裡面把瀏覽器裡面的這些書籤給匯出。好，我們先開啟 Chrome 瀏覽器，在 Chrome 瀏覽器的右上角的這一個選項裡面，點點點這一個選項裡面，我們可以找到書籤。在書籤的功能裡面呢，再去點擊書籤管理員。接着再到右邊書籤管理員的最右上角這裡呢，點擊一下，這裡面呢就有匯出書籤的一個功能了。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邊匯出的這個 HTML 檔呢，存放到我們想要存放的本地端的資料夾裡面。那我們可以直接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來看一下它現在就已經把這個 HTML 儲存在這一邊了。那接着呢，我們就是要來用兩個方法把這一個Bookmarks 的這個 HTML 檔呢，轉換成.md 的 Markdown 格式。由 Chrome 瀏覽器匯出來的格式呢，會是.html， 因此我們接着就要來做一個轉換，把 HTML 的格式轉換成 Markdown 的格式。第一種方法呢，我們就是使用 Google 去搜尋有提供的這個線上轉換的一個網站。然後第二個方法呢，就是使用 Pandoc 這一個工具。首先我們就在 Google 這邊呢來搜尋只要輸入 HTML to Markdown， 那就會出現一些有提供轉換的一些網站。那在這個網站裡面呢，我們隨便找了一個然後這個呢，我們就可以直接透過它來做格式的轉換。那第一步當然就是我們直接要把這個檔案給開啟起來用任何一種文字的編輯器開啟起來以後呢，我們就可以直接 Ctrl+A、Ctrl+C 把所有的內容都全部選取起來以後，再用 Ctrl+V 貼上。貼上完以後呢，右邊其實它馬上就會出現了轉換後的格式了那我們有了這個格式以後呢，就可以把它給儲存起來。這個就是我們轉換完以後的 Markdown 的格式。那第二種方法是使用 Pandoc 這一個指令那首先第一步，當然你就是要先確定你的本地端你的電腦裡面到底有沒有執行安裝了 Pandoc 的這個執行檔。如果你有你的搜尋的 path 裡面有設定好的話，它就會列出你的這個 Pandoc。那它的語法是我們只要使用 Pandoc， 接着呢輸入你要轉換的檔案，然後我們再用 F 呢表示 from 哪一個格式我們的 from 的格式是 HTML， 再用减號 T 指定它要輸出的格式那我們要產生的格式是 Markdown。那最後我希望產生出來的檔名呢，比如說我要叫做 mylinks.md 那最後我們的檔名就是會產生出 mylinks.md 的這個 Markdown 的檔案。好，執行完畢以後呢，我們再繼續用文字編輯器把這個檔案給開啟起來。那這個你可以看到，它就已經全部是 Markdown 格式了那這個格式的內容其實會跟我們使用這個網站產生出來的格式是類似的格式。那到這邊呢，我們就完成了轉換的格式了。後面我們再來對這一個 Markdown 格式的內容呢，再做一些美化。我在這邊列了兩個美化 Markdown 內容的一個方法第一個，我們要把所有項目開頭加上減號，那這樣子會讓它變成是 item 的一個清單。那第二個呢，是它的標題列有多出了一些額外的字串比如說它會有這個用大括號括起來的這些額外的這個標籤的屬性那我們也不需要有這些內容出現在我們的書籤的筆記裡面，因此我們要把它給移除掉。那我們通常都是可以直接使用文字編輯器裡面的正則運算式的一個方法直接來替換這些字串。那我下面就使用 EM Editor 來做這個展示首先我們開啟了這個.md 檔案以後，我們先來把每一個項目的最左邊加上減號跟空格让它變成是一個列表的形式。那我們就進入替換的一個操作的視窗那在這個視窗裡面呢，我們要搜尋什麼樣的字串，
把它變成什麼樣的字串哈。那我們現在要找開頭是中括號的哈，那這個就是每一個項目，我這邊這個每一個項目它都是用中括號開頭的哈，因為它是一個連結嘛哈，所以它都是使用中括號開頭。但是因為我們要使用正則運算式哈，所以我們這個操作你要記得是屬於這一個正則運算式的。那 EM Editor 的中文它是把它翻譯成是規則運算式其實就是 regular expression 正則運算式。正則運算式呢，我們是要開頭是中括號的所以我們要再加上一個倒 V 的這一個符號，表示是每一行的開頭。那因為中括號是正則運算式的特殊符號，我們沒有辦法直接拿來使用因此我們要再加上反斜線，告訴 EM Editor 說我現在要轉換的是真的是中括號而不是特殊意義的這一個正則運算式的中括號的符號。那我們要把它轉換成是減號空一格，然後原來的這個中括號要保留下來，因此我們就要取代成為減號空一格跟中括號。然後這個輸入完畢後呢，我們就點擊全部取代，它就會把我們剛剛這一些超鏈接左邊就通通幫我們加上了減號跟空白那這是第一個部分。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的標題像這個第3集的標題它後面都多出了這一些大括號括起來的內容。那我們不希望這一些屬於瀏覽器內部訊息的東西顯示在我們的書籤的筆記裡面，那我們要把這些內容給整個移除掉。那這個方法呢，一樣要使用正則運算式我們一樣按 Ctrl H。那這些它事實上是大括號開頭嘛，然後大括號結尾。我們左邊呢它是用3個井號開頭的。那後面會有一個這個標題的名稱那這個標題的名稱呢，可能是任何字元，那我們就可以用點跟星號來代表它。那因為它是一個段落所以我們要用圓的括號把它給括起來，所以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那另外這個大括號裡面呢，也是有不同的內容所以我們一樣用括號把它括起來。那裡面的內容呢是任何的字元，那任何的字元呢就是用點跟星號。那我們這樣子呢，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正則運算式呢，來表示剛剛這個大括號的這一串文字。那我們要把它替換成什麼呢？我們要把它替換成是一個空的內容。然後再點擊正則運算式，記得要勾選，然後點擊全部取代。這邊錯了，我們這個取代為漏掉了那我們按 Ctrl Z 還原。好，游標點擊回來，按 Ctrl Z 整個還原回來。它這樣子變成把我們這整段連那個井3級標題也整個移除掉了我們事實上是替換完以後呢，這3個井號一樣要有，同時我們這個第一個括號要保留下來。那第一個括號呢，它就是用反斜1來表示那這個第二個括號不要了它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它是用反斜2以此類推。那這樣子以後呢，它才能夠保留下來我們這個井號跟後面的這個標題名稱。那我們再點擊一次全部取代，這個時候才會是我們需要的內容。那有了这樣子的內容以後呢，我們把它儲存起來，接着就再进行下一步把這個內容呢放到我們的 Obsidian 裡面來。那最後一步要做的就很簡單了，我們把這個點 MP 的內容呢，整個複製起來，Ctrl A Ctrl C， 然後呢再到 Obsidian 裡面建立一個新的筆記，把剛剛的內容呢完整的複製進來，我們就直接點擊 Ctrl V。那這樣子，所有的我們剛剛的內容呢，就整個就已經複製到我們這一篇筆記裡面來了那我們可以點擊一下預覽看一下狀況那這個就是我們轉換完以後的格式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完整的把 Chrome 瀏覽器裡面所有的書籤呢轉換成是 Obsidian 的一個書籤的筆記了。以上就簡單的介紹這個簡單的方法，讓大家可以透過 Obsidian 來管理你的書籤。謝謝各位。